我带女友第一次回家，她很乖巧，你看，一进门就主动帮忙摘菜，嘴也甜得很。来，多吃点啊！谢谢阿姨。我妈看起来很满意，但她却说：“儿子，这姑娘有问题。”阿姨好，快进来，快进来，外边冷吧？哎，来，给我。小梦来了，叔叔好。经常听阿哲提起你，果然是个漂亮的姑娘。叔叔，我来帮你吧。哎，快！哎，不用，哪有客人第一次来家里就干活的道理？没关系的，我平时在家就做这些，不让我做我还不习惯了呢。嗨，小梦啊，你帮阿姨摘菜吧，在家里啊，做饭都是你叔叔的活儿。对，包在我身上的。孟非表现得非常完美，我爸妈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谢谢阿姨。想吃什么告诉阿姨，阿姨都给你做。看来是啊，他们很满意孟非这个种儿媳。我能用一下洗手间吗？去吧去吧，就在那边。啊，儿子，这姑娘有问题。你开玩笑的吧？孟非她多好一个人。我当了20年狱警，见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她身上有一种味道，不是香水味儿。来，给我。是常年生活在封闭压抑的环境里才会有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味道。妈，你这太敏感了，人家一个女孩子，文文静静的。这不是敏感，是直觉，是经验。刚才她说话的时候有3个细节不对劲，就是这3个细节暴露了她。不是，老王，你是不是想多了？你闭嘴，儿子，你听我说。来，第一，她的坐姿，从她进门到现在，她坐在沙发上，后背永远是笔直的。你看这沙发靠垫儿，她一次都没靠上去过。那说明人家有礼貌，在长辈面前守规矩。不，这不是礼貌，是戒备。按理说，家是最放松的地方。第一次见家长，紧张是正常的，但身体会下意识的寻找支撑，会放松。而她像一根紧绷的弦，她的身体时刻处在一种准备接受审视的状态。这种坐姿我太熟悉了，在审讯室里，每一个试图隐藏什么的犯人都是这么做的。妈，你这太牵强了，说不定就是人家的好习惯，仪态端庄呢。一个人可以有仪态，但身体的本能反应骗不了人。什么本能反应？第2个细节，你还记得吗？刚才你爸在厨房失手打碎了1个碗。记得，我们都吓了一跳。那你记得你和孟非的反应有什么不同吗？我吓得叫了一声，然后走过去了。那孟非呢？他应该也吓一跳吧，我看那肩膀都缩了一下。不，你看错了，你的反应是正常的，是惊讶，是关切，身体向外舒张，而他不是。碗碎的声音响起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叫出声，也不是看向厨房，他的身体像被针扎了一样，瞬间向内收缩，脖子僵硬，肩膀下沉，双手微微的用力攥紧那片菜叶子。叔叔没事吧？没事，我没事。那个动作快到几乎看不见，但绝对发生了。那是一种极度紧张下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就像一只常年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任何一种突发响动对他来说都不是意外，而是危险，是惊弓之鸟的反应。他那种反应不到1秒就换上了笑容，他的表情管理太快了，快得像一个开关，啪的一声就切换过来了。我当刑警这么多年，一个正常的人受惊，表情会有一个延续，从惊吓到缓和的过程。如果孟非真的像你妈说的那样，变化速度这么快，那她的表情管理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是本能。什么样的人能把情绪控制当成本能？是在一个说错一句话或者做错一个表情就可能招来麻烦甚至毒打的环境里，才会练出这样的本事。儿子，最后一个细节才是最要命的。他几乎可以证明这个姑娘的过去有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问了他的同龄小梦啊，看你这么优秀，从小就是学霸吧，肯定有很多好朋友。阿姨您过奖了，我就是比较认真，上学的时候也跟大家处的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就出现在这句话里。阿姨您过奖了，我就是比较认真，上学的时候也跟大家处的挺好的。这是一个极其模糊、极其官方的回答。我问你，你被问及童年好友时，你会说什么？我当然会说那东子炸鱼那件事，我觉得那件事还挺牛的。对呀，正常的人都会想起一两件具体的人和事，比如我那时候和班长关系最好，我们还一起逃过课，或者我有一个发小，而他的回答没有人名，没有细节，没有情感，只有一个笼统的大家。确实不对劲。我又追问了一句：啊，是吗？那肯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你跟闺蜜们都去哪里玩？女孩子嘛，也就是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又是一个标准答案。对，他确实没有说出任何一个逛街地点，任何一个电影的名字，没有提到任何一个闺蜜。她的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在她的描述里像一张白纸，干净到虚假。一个人的记忆是由无数个具体的人、事、地点和情感组成的。当一个人刻意的回避所有具体细节，只用模糊的概括性的词语来描述他的过去时，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所说的经历全都是编的，他不肯提细节，怕说多错多。第二，他的过去真实存在，但那段过去是他不愿意或者不能提及的痛苦和黑暗，所以他必须用一套非常安全且无懈可击的官方说辞，也就是逛逛街、看看电影来将其彻底覆盖。怎么可能？我和他在一起就1年多了。他装了1年多了。儿子，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他的身份是伪造的。一个需要伪造身份的人，你觉得他会是一个简单的挺好的女孩吗？戒备的作词，惊弓之鸟的反应，没有朋友的童年。上学的时候也跟大家处的挺好的。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用巧合来解释，但当它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时，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疑虑。妈，我觉得这一定是误会。孟非她真的很好的，我等会就去问她。你傻呀，打草惊蛇，什么都问不出来的，你得靠试探。你这个不行。抱歉啊，叔叔阿姨，久等了吧？没事没事，快来，来坐。好，来吃水果，这些水果都是你叔叔亲自挑了好久，挑了最好的来给你准备的。对，小梦啊，你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我看你啊，就是太诡异了。这一刻，大家都成了演技精湛的演员，而我想吃什么？是那个唯一的心慌意乱的观众。哎，小梦啊，说起来，你和我们家阿哲还是高中校友呢，虽然不是一届的，是吧，阿哲？你得试探，等一下他出来，找个机会，不经意的跟他提起一个人。什么人？说起来，我有个高中同学叫王浩，就说跟你是同届。他后来考进你们学校了。你问他认不认识？王浩是谁啊？当然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了，重点是要看他的反应。对，一个正常人，如果你这么问的话，他会直接说不认识，或者没印象。但如果是一个心虚的、善于习惯伪装的人，的，你认识吗？王浩，名字听起来有点印象。计算机系的男生挺多的。他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吗？说不定我见过，只是名字对不上号。心虚的人会试图把问题抛回来。我妈说对了，她没有否认，她在试探，她在向我索要更多的信息，来编织一个更完美的谎言。阿哲，阿哲，哎呀，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哪能个个都记得？是啊，小梦是一个姑娘，怎么可能记得你们系那些男同学的名字？我记性是有点不太好。记性不好是福气，烦恼都记不住，是吧？
是儿子，你看吧，我没有骗你。平时啊，多亏了阿哲。叔叔阿姨，你们真的把阿哲教得很好，成绩好，人品好。果然，警察和狱警教出来孩子就是不一样。儿子，你跟小梦说起过我们退休之前的职业？提起过一嘴。他经常以你们为豪呢，他还经常说您二位啊，等等，如果孟非曾经是个犯人，那他接近我是为了报复我的父母。有点晚了，我该回去了。哎呦，这一聊都9点了。阿哲，你赶紧送送人家，这大晚上的，一个女生在外面不安全。好，走吧，来。叔叔阿姨，我今天先走了，谢谢你们的招待。不客气，常过来玩哈。阿哲，慢点，路上小心点，慢点开车啊。好，走吧。我明天让以前的老同事查我这些年有关犯人的资料，你注意，一切要跟以前一样正常。怎么了？我妈让我安全把你送到楼下。哎，你妈以前是在哪个监狱当狱警来着？他在确认什么信息？我是真的不是很清楚了，没有多问我。怎么了？我不能再暴露父母的信息了。就是好奇，感觉你妈妈特别厉害，一眼就能看穿人那种，我有点怕她。哎，有没有那种特别可怕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其实特别危险的犯人？他到底想从我父母身上得到什么？小说看多了吧？走吧，送你回家。是女子监狱，对吧？你怎么知道？你以前跟我说过的呀。那，你怎么记性比我还差？这样吧，真是忘记了。快拿出什么？一把刀，一瓶不明液体，他已经识破了，现在要动手。你干嘛？到了，你在楼下。那送你的。什么？我去庙里给你求的平安玉。愣着干嘛？过来，我给你戴上。你紧张什么？又不是炸弹。这个绳子啊，是我亲手编的，我照着网上教程学了好久，手都炸破。不许摘，摘了就不灵了。我以为他要勒死我，但他在给我戴平安玉。阿哲，谢谢你今天带我回家吃饭，你爸妈真的很好，我很羡慕你。阿哲，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你会恨我吗？他在试探我，他知道什么吗？那要看什么事儿？开玩笑的，我怎么会骗你呢？我走了，晚安。晚安。一个想杀你的人是不会送你平安玉的，可是一个连表情都能按开关切换的人，爱会不会也是可以演的？爸妈，你终于信我了。他刚刚的反应比我想象中还要老练，这说明在他的大脑里已经预演了无数遍如何应对这种突发的盘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说谎，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老王，是不是咱们想多了？这姑娘可能只是在我们面前想表现的好一些，所以她不愿意说不认识，怕冷场啊。老李，你怎么还没看明白呢？正常人的思维是或不是基于事实的，而他的思维是如何应对，是基于风险评估的。他在回答王浩的问题时，他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认不认识这个人，而是在快速判断我该如何回答才是最安全的。对方手还有什么信息？我承认不认识的风险大，还是假装认识的风险大？这种思维模式只有在2种人身上最常见，一种是顶级特工，另一种是常年挣扎在生死边缘，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的逃犯。逃犯？我只是打个比方，但性质是一样的。儿子，你可一定要清醒一点，你爱上的这个孟非是他刻意演出来的孟非。我的同事明天才能查档案，光靠名字是不行的。
名字重合的人太多了。儿子，你需要想办法弄到他的身份证号码。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我脑子很乱。乱是正常的，但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心理上的试探已经到此为止了，再试下去，只会打草惊蛇，让他察觉到我们对他起了疑心。接下来，我们需要证据。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他是谁。明天你要想办法弄到他的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还有户籍地址。就说你们公司要搞团建、出境旅游，需要统计信息、办护照，或者说一起买理财，需要身份绑定。理由你自己编，但一定要自然。拿到了，然后呢？然后交给我，是人是鬼，一查便知。自然的拿到他的身份信息，这个任务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该找什么借口好？阿哲，怎么穿这么少？今天降温了，都快迟到了就忘记披外套，点了什么？我必须表现得跟往常一样。都是你爱吃的。那上菜吧，谢谢。对了，周六咱们一起去三亚吧，我们还没有一起旅游过呢。你把身份信息给我，我帮你买票。哎呀，哪有时间啊！购物节快到了，公司最近都快忙死了。哦，那好吧，那我们等这个节点过了再去吧。好，谢谢。还能找什么理由？是啊，结婚，我们要结婚的。对了，那个，咱们婚检该做了，正好我们公司给我们安排了身体检查，家属有特别优惠价呢，你也一起做了吧？就当我们提前婚检了。你把身份资料发我一下，我帮你提交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我犯了个很严重的错误，我不该总是把身份信息的要求挂在嘴边。他是不是识破了？我能有什么？我就是想要证明，我绝对没有隐瞒感情史。好啦，逗你的。我知道婚检不是对彼此的不放心，而是对婚姻的负责。它是两个人在共度余生之前最后一次信息对称的机会。你没有误会我就好。我也是觉得公司的体检会更全面一些。好，需要我提供什么？成功了。我下午问一下行政，应该就是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用来预约的。好，那我先把这些信息发给你，有什么要补充的，下午再跟我说。收到了，我发给行政。吃饭吧，吃完饭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半天过去了，我妈怎么还没消息？你赶时间啊，一直看手机。哦，没有，我怕太晚了耽误你休息。我包好像落电影院了，你等我一下，我很快。你跟小梦在一起吗？他现在不在，我戴着耳机。身份证我托人查了，查到什么了？你给我的这个身份证号码是真的，这号码的主人也叫孟非，户籍地址、出生年月都对得上。太好了，我就说吧，是我们误会孟非了，他根本没有问题。不，你看这档案系统里的照片，根本不是你带回来的这个女孩，她们只是长相相似。而且，真正的孟非，档案状态显示，于5年前被官方记录为失踪人口。你在跟谁打电话？他回来了，你别乱，摘了耳机，我来说。我跟我妈打视频呢。小梦啊，阿姨，我刚刚提醒这小子不要大晚上的在外面约会太久，会造成不好的印象。没关系的，阿姨，我们俩刚看完电影，他正要送我回家呢。好，抽空来家里吃饭啊，阿姨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好了，阿姨。我还以为你背着我跟哪个女孩打电话呢。回来，走吧，送你回家。
如果她不是真正的孟非，那我身边的到底是谁？她为什么要顶着一个失踪者的身份？真正的孟非是生还是死？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完全确认真相，但有几点我们可以肯定：第一，你认识的这个孟非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的名字、他的身份、他的过去全部都是假的。第二，他选择的这个身份是个失踪人口，这说明要么他跟真正孟非的失踪案有关，要么他就是想利用这个永远不会出现的身份来隐藏自己真正的过去。无论是哪一种，它的危险性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那然后呢？我们要报警吗？不行，单凭我们的猜测和一个非官方渠道查来的信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理由报警，警察也是不会立案的。更重要的是，一旦报警，我们会立刻暴露。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底细，不知道她有没有同伙，不知道她有多么的心狠手辣。一旦把她逼急了，她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儿子，你现在就是最大的诱饵，也是最危险的人。她如果察觉了，我们知道了她的秘密，第一个要灭口的就是你。灭口？那我要怎么办？从现在开始，你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要像以前一样跟她相处，不要有任何的异常，不能主动疏远她，也不要去质问她，一个字都不要提。你要让她觉得我们全家对她非常满意，她已经成功的骗过了我们，只有这样她才会放松警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找到她的破绽，拿到能把她送到监狱的铁证。不行，不行，妈，你让我去和一个可能是杀人犯、可能是逃犯的人假扮亲密恋人，我做不到。我一想到他的脸，我就想到了5年前那个真正失踪了5年的真正的孟非。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冷静点，儿子，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妈，你把我演不进去，我是真的很爱他。你爱的是他演出来的孟非，所以你也要演。这不是在拍戏，这是保命。我需要你去做一件事儿，一件很危险但必须要做的事儿。什么事儿？喂，是物业中心吗？我是17楼1702的住户，我现在卫生间的天花板一直滴水渗水，我怀疑是1802房间漏水了，希望立刻马上帮我联系上面的人进行处理。好的，立马帮您核实。一个人的家里藏着他最真实的秘密，他伪装的再好，也一定会在自己的巢穴里留下蛛丝马迹。喂，漏水？搞错了吧？我下班后回去检查一下。抱歉，女士，楼下住户希望我们尽快安排人去解决，您方便回家吗？而我们必须要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找到那个能揭开他所有面具的证据。妈，这太危险了，万一被发现了。所以才要找一个万无一失的机会。不方便的话，是否可以给个临时密码？在他上班的时候，或者他外出的时候，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我和你一起去。好。我到家了，把快递送上来吧。 4、9、1、4、2、1。好，谢谢。他的家里会有什么梦？跟在我后面，我让你看什么你再看。我们只有20分钟。太干净了，干净的不像一个住所，更像是一个待售的样板间。穿上。从客厅开始。你看这里，这怎么了？窗帘的褶皱，你看底部的这些褶皱，每条之间的间隔
非常的均匀笔直，像用尺子量过一样。你想想，咱家的窗帘，因为开拉窗帘都是随意的，所以褶皱是不规则的。这说明他每次拉上窗帘之后，都会刻意的把它整理好。一般人不会这样做，这是一种几乎偏执的控制欲和对细节的强迫症。他希望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不能有任何的意外和凌乱。手机拿来，打开手电筒。太干净了。这是什么？这很可能是他存的 DNA。什么？他存 DNA 是什么意思？他打扫这个房间的时候，不是用的吸尘器和拖把，他是趴在地上，用胶带把每个角落的灰尘和毛发都粘走。他清理的不是垃圾，是痕迹。他在清理所有有可能暴露他个人生物信息的痕迹，比如皮鞋和头发。他在反侦查，而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他存的真孟非的 DNA。我拿这个去检查一下。不行，得放回去。这里的一丝一痕，他都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是拿走了，会暴露的。走，去卧室。太可怕了。是啊，整洁的太可怕了。客厅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干净体面，无懈可击。卧室是给自己看的。一个人在最私密的空间里还能保持这种程度的一丝不苟，说明他的秩序感不是演出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妈，他反侦查意识这么强，我们能在这儿找到什么证据？一个真正想藏东西的人，不会把东西藏在别人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他会藏在最贴身的地方。找到了。这里面会是他的罪证吗？普通的密码锁，那就好办了。这是什么？干扰器，让他以为锁还是好的。这里是什么？枪、毒品还是信？苏小婉是谁？这是我爸，儿子，那是我。他不是冲我来的，是冲你爸来的。嘘。欢迎回家。他回来了。嘘。这不是他下班回到家的点，他怎么会提前的回家？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嘘，鬼子。他是怕物业的人动了他别的东西。他对任何人，甚至一只蚂蚁都是不信任的。他在洗澡，趁机溜。走。
他是知道我们在里面吗？他是不是在等我们出来？我妈的判断是对的，这个女人有强烈的控制欲和偏执。她在检查有没有人动过她的东西。来不及了，走！坏了，电器间没人，按键是亮的。哎呦，每次都磨磨蹭蹭的，电梯都按好了，还要回去拉屎。好了好了，别唠叨了，这电梯不刚到吗？儿子，我们可能惹上了一个我们根本惹不起的怪物。怎么样了？哎，你们没事吧？啊，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们没事吧？你没事？不是你们查到什么了没有啊？啊？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也不接啊！老李，给我们倒2杯水。哎妈，那个名单。名单？什么名单？你们查到什么了？我拍下来了。不是，这个是啥意思啊？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在上边？还有这些被红线划掉的人，凶多吉少。左边是他的仇人，相应的，对面是他要下手的目标，是他仇人的亲人。这是一种仪式性的记录，他在执行一个计划，一个漫长的、血腥的复仇计划。可他也无冤无仇，名单上的人我也不认识，为什么他会找上我呀？冷静点，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你身上。我拍到了他的笔记本，但只拍了几页。这个女人不是怪物，她是魔鬼。15年了。老李，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15年前，你还在一线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经手过什么特殊的案子？特别是和一场火灾有关的？红山福利院。福利院？我记得那个案子，当时动静特别大，但是后来消息又平静了。15年前，市郊的红山福利院深夜发了一场大火，福利院里20多口人无一幸免，17个孩子，2个老师，还有福利院的院长。那爸，调查出来什么结果了吗？是。后来官方的结论是因为停电使用蜡烛不当导致的失火。意外事故？可这上面明明写着他们烧掉了一切，这分明是说那场大火是人为的。
当时检查很多疑点，但是证据链都断了，人证和物证都被烧毁了。但是为了稳定局面，就用意外结案。哎，那爸，你记不记得当时福利院孩子的名字？有没有叫孟非的？不记得了，但是那个福利院的院长我有印象，他多次到市政府去闹，我们还出警过多次。好像叫苏什么？苏小婉。苏小婉，对。苏小婉怎么了？你们认识？他日记本的第1页我没拍，写的是我要替你好好活下去，苏小武。孟非是替苏小婉报仇？不对，这苏小婉的背景我知道啊，她是个孤儿，她没有亲人啊，所以她才在孤儿院里工作的呀。莫非是孤儿院的孩子？不可能！那场大火，孤儿院里20多口人无一幸免。那她到底是谁呢？那个和我朝夕相处、笑颜如花的女孩，那个我曾以为要共度一生的爱人，她到底是谁啊？不管他是谁，都跟那场火灾、跟苏小婉这个人脱不了干系。我想他一定是替那场火灾的冤魂来复仇的。或许他也是个孤儿，是常年生活在封闭、压抑的环境里，才会有的小心翼翼的味道。他惊弓之鸟般的反应，是因为那场大火在他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创伤。他伪造的童年，是因为他真实的童年只有痛苦和死亡，而那个名单就是他的复仇名单。上面的人跟那场大火以及后来的意外定论脱不了干系。那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张名单上呢？因为我就是当年那个案子后续安置工作的组长，是我亲手在结案报告书上签的字。现在你明白了吧，儿子？孟非接近你，根本不是因为爱你，那是因为你是你爸最珍爱的东西。就像他笔记本上写的那样，我要在他们幸福的顶点，把他们推下深渊。他要以毁掉你的方式来报复你的父亲。假的，都是假的。所以他和我在一起的每一个拥抱，每一次亲吻，每一次甜蜜的耳语，你往后余生的早餐我都给你包了，都是他精心设计的戏剧。他是一个最顶级的能力，而我是他剧本里那个最可悲、即将被献祭的道具。我要去找他。请你冷静点。我很冷静。我要去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疯了！你现在去找他，就是去送死。我该怎么？妈，这是我第一个想结婚的女人，但是你现在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他演的，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自己怎么承受这一切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接受这一切，但是儿子，你一个人过去是斗不过他的，他能蛰伏15年，不动声色地解决掉名单上的8个人，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疯子吗？你现在过去只会让他提前启动对你的计划，他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他会让所有人认为你是自杀的。在生命面前，你还在意这爱情吗？是啊，在生命面前，我还会在意爱情。论心计，论手段，论狠力，你连他的1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这事儿得细盘。那我们跑吧，爸妈，我们离开这个城市，跑到他找不到我们的地方。跑？你能跑到哪儿去？你忘了他笔记本上写的，他能查到所有人的信息，即便我们跑到天涯海角，他也能像复古之躯的跟上来。逃跑是最低级的选择，也是死得最快的选择。我倒是再多坚持一会儿就好了。现在说这些都晚了，现在我们不能跑，也不能躲，我们只能靠自己拿到铁证。我们必须跟他耗下去，而且我们要转被动为主动。怎么主动？老李，你需要拿到当年红山福利院所有遇害者的名单。儿子，你需要拿到他能验 DNA 的东西。从现在开始，你要继续演戏。你不仅要扮演一个爱他的男朋友，你还要演的比以前更爱他，更信任他。
你们想着送我花啦？送给爱人礼物还需要理由吗？你要让他相信你已经被他彻底迷住了，他对你的控制固若金汤。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梦到我什么啦？穿着白纱向我走来。菲菲，我希望你可以快一点讲。好，只有这样，他才会对你放下最后一丝戒心。周日你有空吗？我想想办法约他去红山。不行，这样会刺激他的。就是要刺激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在他身上找到能把他钉死的证据。当年那场火灾的真相一定藏在他身上。我想带你去露营。好啊，谢谢你阿哲，有你真好。要么引蛇出洞，要么万劫不复。嘴角要上扬15度，眼神要保持聚焦，但又带着一丝迷离。我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完美的演员，演好我爱他这个角色，看起来很真。拿到了吗？有结果，第一时间告诉我。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我要引他去红山，引导他说出真相。去吧，儿子，小心啊！妈，我真的希望她就是个普通女孩。去客厅坐着等吧，就差这个炒饭了。我帮你。不用，有人打扰我做饭，我反而不会做了，去坐着吧。他的控制欲遍布了生活的每个细节。你好像很开心。和你出去玩当然开心啦，来尝尝你最爱吃的扬州炒饭。我看见了，我看见他的脸在那一秒变成了另一个人，然后他又变回来了，快得像错觉。菲菲，你手艺是跟谁学的？做的饭太好吃了。自己瞎琢磨的。那你最拿手的菜是？你最爱吃的扬州炒饭啊。菲菲，嗯，你真的是孟非吗？什么意思啊？我是说，我严重怀疑你是某个大酒店伪装的大厨，你做的饭太好吃。那你可赚到了，有大厨给你当女朋友。你要喜欢我吃我做的炒饭，以后我天天给你做。走吧，弄好了。他说以后，一个没有打算有以后的人不会说以后，还是说在他的剧本里，以后的意思是在我死之前。食材、桌椅、燃料，还有炉具、餐具。起来，走吧。对了，你还没有跟我说去哪露营呢？北边的一个郊外，一个朋友去过，说风景很不错。哪个郊外啊？说了你也不知道，小地方。这方向是往北。北边有什么露营地啊？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他一定认出了这条路，他的表情变了，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深、很沉的东西，像冰面下的水流，看不见，但能感觉得到。李哲，没有叫我阿哲，叫的是李哲。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李哲，你到底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去露营啊！北边郊外有个地方，我朋友说那边满山的枫叶红得像粉，想带你去看看。有点忘记地方叫什么。红山。哎，就是这个名字。那一定要好好看看。火红的颜色听起来就很壮观。哪儿来的红枫啊？都是枯叶。我忘记时节了。红山福利院在山的那头，得找个借口带他过去。阿哲，怎么了？你不饿的话，陪我先走走吧。好啊。这里的红枫好像都枯了，应该不会再长了。
应该还会长吧，枯木总会逢春的。你看，现在正是引他过去的好机会。不过既然来了，我们去上面看看吧。我听说那边有块废墟，给你出点废墟美片怎么样？你真的想去看废墟吗？那里可能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甚至可能还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就算被埋在尘土里，有些东西也该被挖出来见见光了，不是吗？是啊，是该见见光了。你猜这里的痕迹曾经发生什么？不知道哎，我也没怎么了解过。不过这里确实挺出片的，我给你拍2张吧，来。其实我不喜欢废墟里这，又是李哲。废墟底下都是怨念，你能感觉到吗？我感受不到，我就是一个大直男，可能你们女孩子心思更细腻，感触到的更多吧。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这里曾经住着很多小孩，他们都很幸福，他们都是孤儿，无父无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好了好了，大家都别闹了，快洗手吃饭，快！哎呀，你又淘气啦！那然后呢？然后一场大火。我妈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喂，妈。对啊，我和菲菲在露营呢，怎么了？ DNA 结果出来了，他的真实名字叫孟寻，而当年的火灾其实有幸存者。孟寻这个名字是15年前红山福利院火灾里遇难者名单之一。孟寻这个名字是15年前红山福利院火灾里遇难者名单之一。儿子，稳住他的情绪。好，是啊，菲菲做了很多好吃的。别让他伤害你，我通知了你爸，我们2个马上赶过来。好，回去给您认错啊，挂了谈恋爱了。阿姨吃醋啦？你这婆媳关系是不是没处理好啊？怎么会呢？他就是开玩笑的。你刚刚说到什么了？然后呢？后来一场大火把什么都烧没了，里面的人全都被烧死了，20个人，无一生还。里面有17个孩子，还有2个老师和1个院长。那个院长为了救小孩，最后被活活的压在了房梁下。那真是太不幸了。火灾的原因是什么？意外，停电时使用蜡烛导致的火灾。所以我说吧，消防还是得好好注意的。可如果那不是意外呢？如果有人为了盖酒店，为了拿到那块地的批文，故意纵火，然后买通了负责人呢？那意外的这个理由显得是多么冠冕堂皇，多么方便快捷。你是不是想多了呀？有证据吗？有啊，有些证据被烧成灰了，有些证据被嵌在了一份肮脏的结案报告里。李哲，你爸爸以前是负责这片区域的，对吧？他一定见证了很多意外的发生。我不太了解我爸的工作。你们看到那份名单了，不是吗？你和你妈妈去过我公寓了，对吧？你是，我早就知道了。你们以为一个隐姓埋名了15年的人不会在家里装一个隐形监控吗？所以你现在要杀了我？孟寻，孟寻，连我名字都查到了，果然是怪廖后代啊！我想帮你，帮不了我。你至少要告诉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你能让那17个孩子活过来吗？能让苏院长活过来吗？你爸没告诉你吗？他签那份报告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没有，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因为他不敢告诉你。15年，他瞒了15年，你知道这1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该恨我。我从一开始接近你，
这是为了我。我不恨你。你凭什么这么说？你凭什么？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我没有做错，我骗了你，从头到尾我都在骗你。你的名字在我的名单上，我从一开始接近你就是为了毁了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和我？因为我要恨的是把你变成现在这样的那些人。那你该恨你爸，是你爸明知道那份结案报告有问题，他还签了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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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和那群贪官奸商一样，他收了钱，他也办了事儿。他不会的，他不会的。不会什么？你不会真的以为什么都不知道是秉公办案吧？他知道的，他知道这不是意外，他知道是谁放的火，他知道那17个孩子是怎么死的。他签了意外事故4个字，换取了你和你妈，你们这个家15年安稳且幸福的生活。不可能，你没有证据。我是没有证据，我的证据制裁不了当年的所有人，所以我需要靠我自己。李哲，你和我报复的所有人一样，你们的父母辈拿着当年那20条人命换来的钱过上的好日子，我要一个一个全部讨回来，我要让那些贪官奸商一个一个失去他们的真情。我要让那些贪官奸商一个一个失去他们的真情。所以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对吗？你都知道这些了，问这个还有什么意义？我要你亲口说。你是我唯一犯的错误，可我控制不住。我这15年以来，时刻紧绷，每天都过着上战场的心理准备。但今天上午我在给你做扬州炒饭的时候，是我这15年以来唯一放松的一次。你好像很开心。因为那一刻，我有一种错觉，有家的错觉。你知道吗？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什么？真正爱上仇人儿子的信号。就那一秒，我会觉得我只是个普通女孩，给男朋友做饭，等他回家。可我不是孟非，更不是个普通女孩。我叫孟寻，是那场大火里唯一的幸存者。那真正的孟非呢？你杀了他吗？李哲，杀人是很低端的手段，我从未杀过人。孟非这个名字是5年前菲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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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我以为你是我女儿。对不起啊，小姐，这个是我女儿，她失踪了。如果你看见她，麻烦你打上面的电话，好吗？照片上这个叫孟非的，跟我长得7分像。你好，这是我女儿，她失踪了。你要是看到她，家境优渥，身份干净，又同姓孟，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帮帮我！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为何不用？你没杀过人就好。李哲，你爱的那个孟非不过是演出来的，是你心里幻想出来的完美恋人，而我是15年前那场火灾逃过一劫的孤魂野鬼。李哲，你知道我这15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在疗养院里装疯卖傻，在领养家庭里忍受各种羞辱，在黑暗的角落里面一遍一遍回忆那些孩子在火里尖叫的声音。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死，我得把那些害死他们的人一个一个拉进地狱。李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黄雀身后还有个小男孩拿着弹弓对着。孟小姐，把那个东西交出来吧。他们是谁？当年火灾的幕后推手。孟小姐，我们老板等了你15年了。你不是一直隐姓埋名吗？这些年，我把那些仇家一个一个推进我给他们挖的坑里。这个幕后人早就盯上我了。孟小姐聪明啊，所以你应该知道，今天你跑不了。李公子，这里不关你的事，我只需要他把那个东西交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罪证。当年孤儿院院长苏小婉，这不合规，那这些孩子怎么办？喂，得知孤儿院地皮要被卖之后，想去找上面说理。我去趟市里。好。苏老师，你带我去玩嘛？我都听见你要去市里啦。我们去市里要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不，我就要去，就要去。那你答应老师，不准哭，不准闹。遵命。走。请问一下，主任办公室在哪？前面第3间。谢谢。红山福利院那块地的地皮我签了。批文有了，可福利院的人不愿意搬呐。我给你办。你门都没关。老师，好甜，我要吐了。暮雪，咱们得抓紧时间坐大巴回福利院。快8点了，没时间了，走。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怎么这个点停电了？张老师，组织孩子们回寝室，点好蜡烛。好。着火了，着火了！暮雪，暮雪，老师要进去救人，你把这个拿好。如果我们都没出去，你就当自己也死，不要相信任何人，隐姓埋名，直到你有能力打开这部手机。这些人就是当年我在门缝里看到的那个人派来的，他们一直在寻找苏老师录下的罪证。李公子，我再说一次，此事与你无关。你父亲当年做得很好，希望你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你父亲的品质。你说什么？我父亲？现在你信了吧？你父亲该死。我不会走。李公子，他接近你是为了报复你的父亲，为了把你和你的父亲拖入地狱。你现在何必拿你的性命去护这个要你命的女人？别傻了，阿哲，你没有理由保护。我知道你亲近我的动机不纯，你要报复我的家庭，但是我知道了你的遭遇过后，现在面对我的不是只有报仇的孟非，而是被命运反复折磨的孟雪。你不走，
你不走，你就会跟我一起被埋葬在这片见证了无数罪恶的废墟里。可是我走了过后，你绝无生还之路了。好了，我现在没空看你们演什么苦情戏了，把东西拿出来，别逼我动手。你先走，我把手机的位置告诉你，你带着证据帮我公之于众。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阿哲，谢谢你，谢谢你，让你们老板出来跟我聊，不然那个东西，我将会以他人之手公之于众。孟小姐，你可威胁不到我们老板的。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可以选择杀了我。那个东西你们再找15年，那根刺就插在你们老板心上，一辈子都拔不掉。你可不是光脚的吧，孟小姐？他是李建军的儿子，你不怕李建军把事情捅出去吗？一个退休的刑警对我们老板来说并不是什么威胁。孟小姐，你是要继续守着能名，还是再次看到你爱的人葬身火海？你放屁！她就是我的一颗棋子，我从未爱过她，我也不可能爱她。好，既然你不在乎，那我就送他一场。等一下 OK 放开我儿子！妈妈，就来一个！我已经打电话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别动我儿子！都烧了。你终于出现了，把这儿都浇上汽油。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他眼里自己就是王法。15年前烧过的，他要再烧一次，是吧？陈向荣、陈董事长、陈主任。现任达远集团的董事长，15年前红山福利院的幕后推手陈向荣。幸会啊，孟小姐。老板，都交上了，都绑起来，点了，别耽误事儿。是。你就不怕我把证据公之于众吗？孟小姐，我相信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你的证据就在这儿，对吧？我猜对了。既然如此，都烧了吧。我手里还有份证据呢，陈向荣。别来无恙啊，易警官。这里是我当年保留证据的复印件，原件早在15年前我就做了备份。爸。你当年真的收了贿赂吗？儿子，对不起，当年爸在他们的危险面前怕。别冠冕堂皇了，你收了钱不是吗？那些钱我一分也没动。孟小姐，阿哲是无辜的，那些钱我全都捐给了福利院。这个是我捐款的证据，你看。儿子，我有愧于你，你现在是民事律师，这些证据我一直藏在你刑法的书里，我盼着你发现，又怕你发现。这15年，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一直盼着你揭发我，但我又害怕你揭发我。你以为你把这烧了就完了？你以为孟小姐手里的证据是唯一的？我手里这个证据比你想象的还要详细。爸，当年你拿我家人的生命威胁我，让我签字，我签了意外事故。福利院的17个孩子，3条老师的命，我背了15年。所以呢？
你是想赎罪吗？不是赎罪，是还债。这份证据我备了3份，一份在邮局定时发送，如果我24小时没有回去取消的话，会被寄往省纪委。还有一份在律师手里，我已经签了委托书，如果我有事，会被立刻公开。陈夏柔，你在公安系统有人，你在市府有人，你在哪儿都有人，但是你应该没有想到，这个年头还有人会去邮局寄信吗？你在诈我，可以赌。李建军，你落了15年，今天突然硬气起来了，你以为我会相信吗？你可以不信，但你点啊！你不是要烧了这里吗？那你点火啊！我告诉你，就算你烧了这里，邮局里的这份证据还是会被发出去，你烧不掉的。陈香柔，我告诉你，你永远烧不掉。警察快到了，你以为你凭15年前的报告就想扳倒我？能不能扳倒你，我说了不算。但是我知道，这份证据一旦发出去，你就得解释为什么那块地的批文在签发的当天晚上，福利院会失火。意外，停电用火就不当啊！你觉得收到这份报告、收到这份证据的人还会信吗？那你儿子呢？你不怕吗？我怕了15年。但是今天，我想让他们知道，他爹不是孬种。撤！老李，儿子，爸错了，爸对不起你，是我懦弱了。李科长，想好了吗？陈主任，现场的证据不支持意外的结论，这个字我签不了。这是你儿子，育才小学3年级2班，班主任姓刘，每天4点放学，走建设路回家。这个是你老婆王兰，每周3下午会去建设路菜市场买菜，顺路接儿子放学。哎呀，李科长，我不是在威胁你，我是在帮你分析。签了字，这照片就是照片，不签恐怕就是遗照。意外，那每天都会有意外，谁能清楚啊？陈建荣，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李科长，报应是留给活人看的，死人看不见报应。我永远不会原谅他，永远不会。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自首啊？因为我做的事也不是对的。名单上的那些人，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他们，但我设了局，让他们自己暴露，让他们互相撕咬。他们有的人死了，有的人疯了，有的人家破了。但是你是为了报仇啊！报仇不是违法的理由。我冒用他人身份，妨碍司法公正，设计了那些陷阱，这些事我做的，我认。可是你并没有伤害到他人的人身安全。那是因为我想让他们活着受罪，因为这15年我跟活在炼狱里没有区别。阿哲，谢谢你，但你是律师，你懂法，你不该如此包庇我。我转刑事律师，我帮你打官司，我帮你辩护啊。莫非是吗？你说你要自首，不过我叫孟勋。
李哲，如果我不是孟寻，我真的是孟非，一个普通女孩，没有那场火，没有复仇，没有那些名单，你还会爱我吗？那你最会做的那碗扬州炒饭，是孟寻会的，还是孟非会的？小寻，炒饭最重要的呀就是火候，来，好吃吗？太好吃啦！是苏院长教的。那我爱的人就一直都是孟寻。让我仔细看看你的模样。该走了。倒数着最后的谢幕时光，原谅我太早就收了剩下。姓名：孟寻，曾用名：孟非，用了5年。冒用他人身份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活下去，也为了做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查清15年前红山福利院火灾的真相，让该死的人付出代价。你名单上的人，张建国、王秀琴、刘志远，一共12个人，你是怎么让他们自食恶果的？我查到了他们每个人的弱点，贪财的，我用钱引他们入局；好色的，我安排人钓鱼；怕死的，我制造恐慌让他们互相撕咬。他们自己做过的事情，他们自己心里清楚。我只是推了一把。你不觉得这是犯罪吗？我知道，所以我在这里。你后悔吗？我不后悔查清真相，但我后悔用这种方式。苏小婉不会这么做，她教我要善良，但我没有听。李建军，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红山火灾是人？事发的第2天，我去现场勘查，在那之前，所有人都觉得是意外，但是我到现场的时候闻到了味道。什么味道？助燃剂、汽油。虽然烧了那么久，但有的地方渗到了墙缝里，味道散不掉。那你为什么还在结案报告里写了意外事故？因为陈向荣他威胁，他说如果我不签字的话，他就让我老婆和我儿子出意外。你有证据吗？没有，他亲口告诉我的，没有录音，现场也没有第3个人，但是他给了我几张照片，我老婆买菜时的照片，还有我儿子上学时的照片。这些照片我留了15年，就在我儿子家书柜的那本刑法书里夹着，你们可以去取。你为什么要保留那些照片呢？提醒自己，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做。你后悔了吗？每一天，每一夜，这15年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可是我不敢说，我怕他真的动手。邮局那边确认了，李建军定时发送的证据已经收到，内容完整，包括当年现场的勘查记录、照片，还有一份详细的手写报告，再加上孟寻手里的录音笔、苏小婉当年录制的视频，里边有陈向荣跟同伙的对话，明确提到了今晚动手烧干净的重要信息，信息链完整。能定陈向荣的罪吗？省纪委已经介入，陈向荣今天下午在机场被截住，他的护照被扣，限时出境。15年，终于。王兰，你丈夫李建军涉嫌渎职包庇，后果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但他最后做了正确的事儿，他站出来了，他把证据交出来了。如果没有他，陈向荣今天还在天上飞呢。他做了一辈子，最后这一下，他没送。被告人李建军，
犯渎职罪、包庇罪，数罪并罚，鉴于其有重大立功表现，且主动投案，判处有期徒刑8年，8年，8年，8年。8年啊！被告人孟雪犯冒用身份证件罪、妨害司法公正罪，鉴于其主动自首，且在被追诉前有重大立功表现，判处有期徒刑3年。都会出来的。3年，你等吗？被告人陈向荣犯放火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么一个大恶人，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判无期，而不是死刑。他老了，无期对于他来说，比死刑更难受。15年，17个孩子，3个老师，感受掉这么多人的命，自己却还活着。活着，在监狱里活着，每天面对4面墙壁，每天闭上眼睛就是那场大火。腊梅，我妈让我带的，我妈开了花店，腊梅花开了。孟雪，红山的事被因为不见到15年的真相被大家看到了。现在有很多人去红山，自发的带着花，带着蜡烛。有的人坐在废墟面前哭，有的人在那政府也回应了，要在红山建立一个纪念碑，把17个孩子的名字刻上去。还有苏小婉和那位老师的遵命。孟雪，你没有被忘记。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阿哲。不是我告诉你的，是这个世界告诉你的，你没有错。从一开始你就没有错。我用错了方式，但是你还是坚持下去了，不是吗？这一坚持就是15年。孟雪，好好改造，3年，很快的。阿哲，谢谢你当初给我夹的那块排骨。你知道吗？那是我离家最近的一颗。这个绳子啊，是我亲手编的，我照着网上教程学了好久，手都扎破。不许摘，摘了就不灵了。你知道吗？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什么？真正爱上仇人儿子的心。你老婆医生的早餐我都给你包了。他没有说等我，我也没有说一定要等。但我们都知道，有些答案不需要说出口。